行动。高科技，他们为什么炸桥啊？桥炸断了，火车就会车毁人亡了，明白了吗？这样他们就能拿到黄金。哎，这好啊！这个等那个火车那个炸坏以后，黄金掉出来，咱们人多，我们人多上去一抢，不就省事儿了吗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哎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都种好了吗？鬼鬼祟祟，又一个装尸体。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定时器、高爆炸药，一共有3处。看到远处那些黑家伙没有？那是列车减速装置。行，赶紧动手吧。等一下，刘医生，何事？危险！列车过来以后，压到减速装置，由导线传给定时器。当车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炸药起爆。哦，果然是高科技。我们走。3爷，危险！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要去对付那些减速装置。减速装置，看我扬手之后，剪断炸药上的导线，一定要小心啊！两位英雄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吩咐。渴的有水，饿的有牛肉包子，千万不要见外。好，谢谢，您往后退吧。小姐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包子没有，我忽悠他们呢，没有。啊，司令啊，你说他们拆那个玩意儿，咱们不帮忙是不是也太残忍了？残忍，就你知道帮忙？没听说吗？炸弹随时会爆炸。我没听见。现在我们不能就白白送死。黄军师啊，你说他们能拆除炸弹吗？应该没问题吧？司令，
啊？他们拆的是不是这个玩意儿？那个司令，我先走了啊。小刘，等会儿我啊。真是高科技呀！他们把炸药全都拆除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？那咱们去看看呗。就你事儿多，就你事儿多。扛炸药，你打我干什么？闭嘴！咱们去看看，走，去看看，这边。哎呀，果然是专家，这么难的高科技，这么会儿时间全都解除了。司令，天才呀！我就说我们刚才去帮忙就对了，我们这么做就是太残忍了，知道吗？刚才谁先跑的？我说了，我那是回去一下。对了，司令，我感觉啊，我们做人应该厚道一点。我去帮忙。他刚才说谁不厚道呢？说的不是我。你们呐，不厚道。我也帮帮忙。跟我来帮帮忙。罗万，我也来帮帮忙。左边。这没事，快点，骆老板。这是骆老板。对不住啊，兄弟啊，那个我也没啥对不住你的，也没让你光着啊，谢谢啊。那个后会有期，不，后会无期，没事啊，咱们就不要再见了啊。衣服不错啊。
把你坚持。我们就想帮帮忙。对，帮忙。你看啊，小六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，司令？对。那个司令，我能做个决定吗？行，就这样啊，等我们那个追上那个火车，抢着那个黄金，我那份给他们。行。我们也不是没有担当的人，你们以后的生活，我们包了。行，对。哎，我就知道他们会成功的。被一探究竟。大哥，这菜晚上不能用了吧？我闻着有点馊了。不行，是馊了，扔那儿吧。啊，时间还早，咱俩先休息一会儿去。得嘞。你是谁？董明在哪？董明，谁是董明？
我的帽子呢？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。你继续，你继续。怎么个情况？大家，长途跋涉有点寂寞难耐。哟，那兄弟坏了您的好事儿了？很快啊！站着！纸，有纸吗？什么纸？你有手指吗？这个。废什么话呀！擦屁股的手指。拿过来，拿过来。脱。啊。衣服脱了。干嘛呢？脱衣服啊！我要脱你的衣服，脱他衣服干嘛？我啊！废什么话呀！脱！哎，改我！北川美信博士，您这是？三位老师的吊坠呢？把吊坠交给三位老师保管，我最放心了。钟总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
北川宗佐，让我们把这个人找过来，就是要杀了他。北川美信不是？你是？啊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满洲国国立第3医院外科医生马应平。他认出了我，不能再有任何意外。宗佐突然召集我们来，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意外呀？行动暴露，羊排和牛排已经丢失。什么？那对方是什么人？还不清楚。到达德海站之后，我将正式接管列车。请3位老师协助我秘密监视车厢，如有可疑人等，绝不放过。拜托。中佐，我们刚才在车厢里看见了龙牌。龙牌？是的，我们3个都看见了。是戴在一个中年男子的脖子上，而且一直在车厢里走来走去。龙牌的携带者应该是茉莉。没错，宗佐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是个中年男子。去查一查对方的情况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来历。明白了。我吊坠呢？不知道啊。还我吊坠！怎么就不能让我吃口饭呢？佳佳，怎么了，佳佳？佳佳，佳佳。
怎么了？日本人来了，怎么办？走大门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快走，快！老板，你带孩子先走。小乐，孩子交给你了，一定把他带出去。老板，把他安全带出去。老板，再不走，就全走不了了。你答应过我，一定要把列车上的乘客和子君他们都带出去。老板，老板，走！老板，老板。你知道你家在哪吗？
車に見に行け。はい。不愧是我王复兴的手下，走。突如其来的停车，让北川美幸非常不安。渡边信一郎的死，黄金吊坠的丢失，似乎预示着还将有更大的事情发生。此刻的北川美幸，只希望列车能够马上驶入下一站德海。 好重新部署亚细亚号的安全防务。报告司令，胜利完成任务。 不错，你们几个守住机车头，其他人上车去拿黄金。好嘞。回去，回去。 东西交出来吧！什么东西？到这个时候，你还在跟我装？
扔，扔不扔？张大娘，你快过来！你快过来！我要扔了！我要扔了！给我！快给我！快给我！给你这个！给你这个！呀！ 早く外から祈願者に帰れ。あいつらを止めろ。はい。司令，鸡蛋，鸡蛋，啊，这个鸡蛋可好吃了，我舍不得吃，特意留给你们的。 司令，又来了好多日本兵，我们怎么办？怎么来了那么多日本兵？要不然，我们撤吧。撤？那黄金怎么办？我们还没拿黄金呢。还要什么黄金？命要紧。那好，你们走，我养活你们。不行，要走就一起走。司令，别废话了，你们走，我养活你们。你行吗？我怎么不行啊？我有大铁蛋呢，我。 别啰嗦了，老规矩，我断后。不行，周团长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去。行了，来，把枪给我，把枪给我，把枪给我！你们两个保护司令走，我会和你们会合的。走，走，走，走！ 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我和兄弟们共存亡。扫司令，我们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。不行，我有两手。周队长，这是。 放下枪！
经过漫长的7个半小时后，亚细亚号终于驶入德海站。一直隐藏在暗处的北川美幸也露出了本来面目，全盘接手列车的安全防务，加强了兵力部署。ご苦労さん。今からです。皆さんと一緒にアジア号の失敗券を受け取ってます。法要まで列車を守りましょう。浜女からここまでいろんなことしました。誠に残念です。渡辺少佐はもう帝国の最優秀な兵士として戦闘の準備を整え、この列車と共存共栄。はい、はい。1組は危険車、2組はそれぞれの車両、3組は高架車両、後ろの3つの車両、4組は食堂車。運転手も乗務員も全部を我々の兵士に取って帰ろう。これは食堂車で、途中には何か状況があったら直ちに指揮室に報告しろ。はい。準備できました。冷蔵車に何台の死体がある。全ての乗客が乗り終わったら死体を始末しろ。秘密に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スパイカメラだ。スパイカメラだ。できるだけ早くフィルムを現在しろ。都会で30分。号抵达德海后，陈进伪装成乘客，终于登上了火车。他万没料到，自己千辛万苦追捕的董明，此刻已被日本人当作尸体抬下了火车。还有人卧轨，压死我吧！压死我就一了百了了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师傅，帮帮忙！几位师傅，几位师傅，那边有人卧轨，快帮帮忙！大哥，咱看看去。压死我就一了百了。哎，好。打，都打！哎，你说我们这衣服怎么这么合身呢？啊，老天爷都在帮我们。走，走。
哎呦，你往前点，往前。什么人？哎，不是偷的，哎，这是我们买的。哎，太君，那个，太君好，太君好，太君好。那个，对，爸，纳尼？不拿你。我那个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你们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们是这个车上的包点师，路上有点事儿，来晚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，那个太君，那个是这样啊，那个我们为了给车上那个太君准备这些又新鲜又上等的蔬菜呢，所以那个我就耽误了点时间，然后就因为这个我和我师傅就来晚，对不起太君，对不起啊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要买提前买，是不是？你这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时间关键。啊，对，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哎，太君，您放心。我们保证伺候好车上的太君。哎，您放心。胆小鬼，果然是出事啊！去吧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哎呀妈！乐爷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有事儿。我觉得你为那疯女人做的已经够多了。你真打算陪着她跟日本人、跟土民作对吗？日本人咱惹不起，咱就是一个小警察，能活着多好啊！胖子，我想好了。乐爷，我真比你懂女人。所有女人都一样，我就不知道我奇了怪那女人有什么魔力啊！这不是魔力，胖子。如果之前我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她，那从现在开始我准备做的所有事，绝不仅仅是为了她。还有，你可以不帮我，但是别再叫她疯女人了。他们不疯。你还记得那个白头发老头吗？死了。我走了。
乐爷，真受不了你这种眼神。行，我去帮你找林子君去。各位都是满洲国最优秀的厨师，今天我宴请的客人十分重要，希望各位能准备出一桌拿手的好菜，让我的客人满意。有劳各位了。您是？鄙人北川美幸，现在负责亚细亚号的安全防务。北川美幸，听说董先生也是在执行满洲国的一项计划。既然大家都是执行任务，哎，那正好，我在餐车准备了一桌酒席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请。这不是童警官吗？哼，董哥好眼力，当然好眼力啊！人长得这么引人注目啊！对了，钟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槟城警察厅最得力的高级警督童小乐，也是这回跟我一起出任务的同事。童警官，钟佐呢在餐车给我们设宴了，打算跟我们大家商量一下列车安全事务的事宜。北川中佐为了我们满洲国的安全问题这么用心，我应该谢谢你才是。不用谢我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童警官，请。今天，请各位过来。是一同商议亚细亚号的安全防务问题。蒙满铁路是满洲国的经济命脉，而亚细亚号又代表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最新科技。因此，这趟列车的安全防务问题有多么重要，相信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都十分清楚。然而，
儿就是这趟对我们两国而言都非常至关重要的列车。京城从槟城出发，一路上却发生了很多让人不愉快的事情。现在两国军方委托我来接管这趟列车，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亚细亚号安全到达凤阳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检查。现在，烦请各位把自己的证件交出来。好了，上菜吧。美酒，佳肴，似乎还缺点什么。别人对中国的文化十分感兴趣，这位老先生，能否请你赏脸，为我们大家演奏一曲二胡？这样就完美了，不是吗？这两个人用不属于自己的证件登上了这趟列车，这样的嫌疑，我不需要再给他们解释的机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受惊了。没事了。二胡，继续。各位，请用吧。
怎么？菜总是要吃的，千万不要辜负了我们满洲国顶级厨师的一番心血。啊，对了，趁大家都在这儿，我顺便再告诉大家几件小事儿。昨晚槟城警备司令部军火库失窃，其中有我们日本关东军研制的高爆炸药。同时，国立医院大量神经麻醉药品被盗。现在我们已经确定，这些东西全部都在这趟列车上。不过，我知道这些事情和大家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。告诉大家这些，是想让大家从现在开始，完全可以沿途欣赏美丽的风景。来，干杯！妈呀！都别动！你要杀我？司令，你没事吧？司令，没事。小廖，快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放开他！你这是放开我们司令！司令，放了我们司令！放了他！你先放了他，你要敢动他一下，我就杀了你们司令！胡军师，不要管我，快杀死这个女人！就是她杀死我们那么多兄弟，不要管我，快给兄弟们报仇！司令，报仇！你没听见我说什么吗？马上放下武器，放了他！要不然杀了这个女人！就杀了一个女人！少废话！现在倒数3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胡军师，不要管我！你们忘记赵团长和兄弟们都是怎么死的吗？都是死在这个女人的手里。你们现在手软，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司令，我可以死，我们都可以死，但是你不能死，你是我们这个番后唯一的希望。放了他，放了他，要不然我这把刀，司令，你疼不疼？司令，现在倒数3下，我们同时放下武器。3。胡军师，千万不要上当，就在现在放了他，我们谁也逃不出去。快放下！别放！救司令呢！难道？快！本来有人要说，不让他们进来！快说！快说呀！快说！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误会，
误会，你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今天是来报仇的。对，我们来取你狗命的。原来你们只是冲着我而来。哼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们要让你血债血偿。你确定是你说了算吗？就算你们杀了我，你想好怎么逃离这儿了吗？连逃的计划都没有，就带着这么多人来和你一起报仇，让你们司令陪你一起送死。侯军师，别听到胡言乱语，快杀了他！替兄弟们报仇，不要管我。我有这么多的士兵，就算你们杀了我，也绝对没有人可以活着出去。乌鸦，现在你跟我嘴硬，等下我看你还怎么跟我狡辩。兄弟们，给我塞上炮弹，准备战斗！听着，我的命可以给你，让你为你死去的兄弟报仇；我也可以承诺。我让你们司令陪你一起白白送死，但是你必须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。火军师怎么办呢？什么条件？侯军师，不要相信他。继续说。让我的人进来，跟他交接完毕以后，我可以一个人陪你们下车。等你和你的司令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，你就可以杀了我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是一名军人，完成任务才是我的职责。只要能完成任务，我的命无关紧要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只能相信，用你们司令的命做赌注，这个代价太大了点吧？侯军师，不要相信他，快杀了他！小六，去把门打开。去呀！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把枪放下，让那个当官的一个人进来，不许说话呀。全員、銃を下げろ。坂田君、帰れ。就在。
队长，列车好像在减速。奇怪，怎么紧急停车了？难道我们的计划被发现了？战斗戒备。是。好了，那我们下车吧。就要避けろ。我让你跟他们说把枪放下！司令，司令，他们已经把枪放下了。嘿，黄剑士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把那个机枪给我提过来，把机枪提过来。司令，机枪，司令！这穿和服的女人是谁？怎么这么多人保护？看来她的身份不一般。日本人好像遇到了麻烦。哼，有点意思。队长，我们还按原计划进行炮火攻击吗？于小小，车上有日本人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这么多日本兵，我们还攻击吗？他们一定在执行某项任务。司令，我们离重建番号又近了一步，我们有重武器了。于小小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。黄剑士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小六，现在就是为弟兄们报仇的时候了！老子和你们拼了！狙击手。司令，我也没开枪啊，司令。
司令，来了！司令，你没人吧？司令。没事吧？袭击火车的，很有可能是董明的同伙。我去找董明，你在这盯着北川美幸，我怕日本人会耍花招。那个女人呢？啊，药劲过了，那女的趁乱跑了。今天一定要给弟兄们报仇，把枪给我拿过来！司令，命要紧呐！我让你把枪拿过来！好嘞，快去！司令，那女人已经跑远了。把枪给我！把枪给我！司令，命要紧！给我！给我！司令，命要紧！现在上去的话就是死！我一定要报仇，把枪给我！让我！こいつらは何者だ？調査殿、先に行きなさい。陸の火力が強すぎる。このままじゃ黒騎馬が危ない。どうする？反撃を進めろ。はい。反撃をやめろ！反撃をやめろ！停止射击。队长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咱们怎么办？我们得下去，会一会这些日本人。不行，队长，万一日本人和董明勾结，合伙抢劫黄金，这样下去，咱们的处境不就危险了吗？日本人要想夺黄金，
只有这几个人啊？不够吗？也许还有10几把枪，正瞄着我的头吧。隐蔽精妙，火力强大，让我猜一猜，共产党、抗日联军还是国民党？这很重要吗？美式 M 系列狙击步枪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是国民党琅琊特种作战队。我们关东军和贵党向来都是和平相处的，而你这么做，想过后果吗？如果两国交战，历史将会是因为你我而改变。那我告诉你，失败的只能是侵略者。这里是满洲国，我们是这个政权的合法保护者。没有人承认满洲国的存在，除了你们。行，你也别跟我这儿演戏了。你的人拿着枪，也同时指着我的脑袋。别跟我这儿。挟持亚细亚号，偷袭日本关东军，任何一点都足以让你死1万次了。你没资本这样威胁我。我比你多一样东西，我有迫击炮，同时你还比我多一个负担。看你穿成这样，应该不是一般的人，是日本高级军官吧？像你这样的身份，在这辆列车上，还让我把话挑明了吗？小子，如果你的人还不从车上给我滚下来，那我的炮弹可不长眼睛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一个军人如果不知道在战场上该干什么，应该去问问他的长官。这点你都不知道，这就是你带的病。陈队长，再把那件事也跟大家说说。今天下午，列车抵达德海后，德海医院遭到了一伙不明身份的歹徒的袭击，医院被屠杀血洗，案发现场被焚烧，共计有87人遇难。德海警察局局长谭少波经过多方面的调查，上报了2条重要的信息，原话如下：一，袭击我德海医院的人配备有最新式的武器，疑似日本关东军特有的新式武器喷火枪。2，医院被屠杀和血洗的民众当中，疑似有人得过急性传染病的症状，传染源可能是日本关东军的士兵，具体的情况要看稍后的尸检报告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？说说你们的意见。
把这些炸药给我在火车上安装好。是。我已经让所有的士兵都解除武装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们都是俘虏，俘虏没有资格提问和生气，这点你不知道。没错。但是如果亚细亚号没有按时到达龙城站，那么满洲国所有的日本士兵都会冲着你们琅琊特种部队而来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种日本高级军官在亚细亚号列车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辆列车上有很重要的东西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在最后那节车厢里，对吗？别紧张，我要的东西和你护送的东西不一样。我是来要一个人的命的。那个人的命一定很值钱。我杀了你的军官，哎，这军官是你刚踏入满洲国就一直跟随你的吧？我杀了你的人，你能饶了我？你还准备放我走？你太健忘了。我刚才说了，我们的目的性不一样。我要真想杀了你，你还可能跟这儿站着跟我讲话吗？好，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，互不相犯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昨天被奸人所杀，凶手就在这辆列车上，而且他还抢走我朋友一大笔黄金。有情有义的人，我佩服。队长，看好了，我现在只要摁下这个控制器，这辆列车就会砰的一下炸上天。本来我不想这么麻烦，就是因为你们日本人太狡猾，我只能先小人后君子。现在就算你的援军来了，也只能站在旁边干看着，看完我做完我想做的一切。不过你现在还需要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配合。呵，这么合作，聪明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，从山西到东北，跟随我多年，你们都得到过党国授予的多枚战斗勋章。可是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们这个队伍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？为什么我们战无不胜？因为我们得到的每一枚勋章，都是由死去的兄弟用鲜血为我们换来的。这些兄弟跟我们都一样，有亲爱的家人，有挚爱的女人。可是他们已经无法看到了。可你们可以。所以这次任务，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报仇，要为这些兄弟讨一个公道。这次任务有3项内容：第一，劫持亚细亚号列车；第二，夺取黄金；第三，为我们的乌鸦兄弟报仇。日本关东军德海地区特别行动。这么晚都还在工作，不辞辛劳，真是我们德海市民的福分呐！谭某自愧不如啊。谭局长不也一样吗？这么晚了还在办公室，也不回家陪陪老婆孩子。
查案缉凶，应该的。少佐应该也知道，今天德海医院出了一件血案，一共死了87名无辜的群众，87名。不抓住真凶，我谭少波能睡得着吗？是吗？谭局长也太不小心了，怎么可以让德海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？看来少佐对这件事情也很关心呢。只是谭某生性愚钝，还没找出什么线索。少佐不会是知道凶手是谁吧？几只列车大家完成的非常好，沉着冷静。我想后2项内容，大家也不会让我失望。但是这辆列车上还有大量的日本军人，他们也在完成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。就算我们顺利完成计划，逃离列车，也很难逃离满洲国。我们可能会被前来支援的日军打成筛子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党国也不会承认我们的存在。所以我们这次战斗，不仅是为党国，为死去的兄弟，更是为你们自己。你们下一个目标是离开满洲国，去你们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。你们可以到车尾带上你们足够多的黄金，因为那些黄金都属于你们。我想说的是，这次战斗之后，我们这个作战队将不复存在，所以这批黄金也是我作为队长留给大家最后的礼物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好，乌鸦兄弟是我们最好的兄弟，所以他的仇我们一定要报，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。这次行动只有2个小时，2个小时之后，前来支援的日军就会呼啸而来。如果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不能从这里离开的话，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。我已经在列车上设好了定时炸弹，2个小时之后，它会自动引爆。如果遇到特殊情况，我会通过遥控器引爆炸弹。当你们看到炸弹上红灯亮起时，你们逃离的和平，稽查凶手是你们警察局的事，我只是路过问问。对了，谭局长查到什么线索没有？实在是惭愧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线索。哦，是吗？当然。不过少佐放心，一旦有什么消息，我会马上通知少佐。谭局长，我收到的这个消息，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呢？怎么不一样？少佐，你可千万别听外面人瞎说呀！我谭少波对关东军的忠诚，可是所有人都清楚。少佐，不会是怀疑我吧？案发后1小时，谭局长跟师长就立刻封锁现场，还请来了最好的医学专家进行尸体解剖。如果这样你们都没有查出线索，那你们的工作效率是不是太低了点？少佐啊，你应该知道啊，我们德海警察局虽然机构庞大，但都是政府高官推荐来的所谓的一些关系户，跟你们关东军哪能比啊？不过少佐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侦破的，为满洲国出一份力，绝对不会拉关东军的后腿。既然谭局长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就直说了吧。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
什么目的？尸检报告。谁？是我。你病！尸检报告。对，德海医院的尸体检查报告。哈，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少佐先生，尸检报告还没有写出来。哦，是吗？确实如此啊。谭某之所以现在还在办公室，我就是一直在等这个尸检报告。不过少佐放心，只要报告出来了，我会马上给您送去的。谭少伯，我实话告诉你，1小时之前，你给首都警察局的电话中详细汇报了德海医院的案件分析，而就在10分钟前，尸检报告就已经到了你手上。你居然敢监听我！我们打日本特工遍布满洲国的每一个角落。对于谭局长这样的高官，你觉得我们有必要监听吗？也就是说，少佐刚才一直在外面等着尸检报告了。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把尸检报告交给你吗？其情不报，隐瞒商机，军法怎么处置？我想谭局长应该很清楚吧？清楚，枪毙嘛。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少佐，你费心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尸检报告确实在本人手上，但是少佐刚才也说了，我谭少波是满洲国的重要政府官员，所以我谭某做事情有我自己的规矩，所以我不会把报告交给你，我只会交给我的上级。如果你真的想要，去找我的上级吧。谭少波，你不怕死可以，但是你要替你的老婆孩子想一想的。你敢？不信你试试。西川秀一，你不要太嚣张了！你我军衔相同，你要报告，可以去找我的上级。欺负女人孩子，只有你们日本人做得出来。拉开啊！我们有5把枪，你只有3把。我只需要1颗子弹就行。在满洲国，还没有人敢对我们军人动手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西川秀一，我命令你立刻滚出这个地方！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！
扰各位的旅程了。将大家囚禁在这儿，我非常抱歉。不过我向大家保证，只要各位不跨出这车厢半步，我是不会伤害大家的。等我们的任务结束之后，大家可以继续开心的旅程。 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，董秘书。带走。小肖，是不是很意外呀？啊，董秘书，你是谁？你以为你躲在这儿就没人敢抓你？你就算躲到天涯海角，党国也不会放过你这样的败类。党国？你找错人了。董秘书，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要不要提醒你？我脑袋相当清楚，我很明白自己在干什么。我确定我没有做出任何愧对党国的事情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少跟我这绕弯子！你还知道自己是党国的人？我在满洲国中央银行潜伏多年，我不敢忘记党国所交代给我的任何一项任务。看来你忘的真的挺多的。干什么的？站住！王妈，子君，
这个人你认识吧？你的小情人于潇潇。杀丁默和苏建，不是党国交给你的任务吧？我真没想到，我的这2个兄弟，却死在你们这对狗男女手上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到什么了？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说，未做丝毫愧对党国之事。在还不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之前，我是不可能回答你任何的问题的。好，看在你死到临头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是东北狼牙特种作战队队长彭大炮。彭队长，怎么？例行社跟特种队虽然都同属东北，但向来我们只会跟自己的上线来负责。例行社任何的行动是不需要向军方做解释的。彭队长，你会不会太多管闲事了？还有，同门相残，你到时你要怎么对上面做交代？要不是乌鸦兄弟，我和我的作战队还会在东北继续沉睡下去。我也不会见到你们这对狗男女。委员长都能够结婚了，戴老板可没有限制我们能不能够谈恋爱。彭队长，你是不是越俎代庖了？你少跟我这废话！告诉我，你们为什么合谋杀害乌鸦？还有，你还有哪些同伙？说。彭队长，像我愚昧，我还真不清楚你在讲什么。不行了，你别拦着我！肯定是他在石虎大桥那炸药，害老伯还丢了一只胳膊，好几天费血那只胳膊，快跑！你冷静点，老白已经死了。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帮你们，我可以帮你们呐！不是，
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在讲什么。毛瑟钢笔手枪是南京国民政府赠给高级军官和精英特工的。整个满洲国只有2支，一支是委员长赠给乌鸦的，另外一支是送给董明你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而且这份电报也告知我，乌鸦身体里那颗子弹，正是来自毛瑟钢笔手枪里的。你还说什么？一个莫须有的电文就要定我的罪，一颗子弹就能够诬赖我说乌鸦是我杀的。刚才你也说了，钢笔手枪全满洲国只有2支，乌鸦只有的那支在去年就已经遗失了，至今没有人见他使用过。要是有他人偷了乌鸦的钢笔手枪杀害乌鸦，然后再赃给我呢？你说的没错，乌鸦的那支毛瑟钢笔手枪确实不在他那里，因为他已经把它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他的干女儿于潇潇。毛瑟钢笔手枪射程10米，凶手杀乌鸦当天，东来九楼来了很多的人，满洲国警察、东北抗联特工、日本特工，所以凶手用毛瑟钢笔手枪杀他，可谓是瞒天过海。现在我的人已经从乌鸦身体里取出了这颗子弹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？毛瑟钢笔手枪只有你和董明有，你还说我的冤枉你们吗？彭队长，你确定整个满洲国就只有2支毛瑟钢笔手枪吗？你也说了，毛瑟钢笔手枪是南京政府赠予高级军官和精英特工的礼物，这么机密的事情，知道的人肯定是极少的。彭队长未必都查得到吧？不要因为一颗子弹冤枉了好人。好人？你们杀了丁木和苏建也叫好人？我告诉你，我彭大炮绝对不会冤枉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不忠不义之徒。彭队长，杀丁木和苏建的行动是我下的命令，跟于潇潇完全无关。你凭什么杀他？我是这个行动的负责人。这个行动不在特种队的管辖范围之内，我不需要向你解释。事成之后，我只要向南京方面做汇报。倒是我很怀疑彭队长，你所做这一切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我的动机？该不会是彭队长你自己看上了那些黄金，所以杀害乌鸦，再拿钢笔手枪的子弹呢，就诬赖给我跟潇潇，自己私吞这些黄金之后了，把这罪全部赖到我们的身上，甚至只要我跟潇潇一死，就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。这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彭队长，我没说错吧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们是在找隐藏在高地上的特种兵队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不重要，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哪儿，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们去。实不相瞒，董明绑架了我妹妹，以此来要挟我安装炸药炸毁列车。我就这一个妹妹呀，在15大桥的时候，我按他们的要求安装好了炸药，但是董明言而无信，反而要杀我灭口。你还给我装什么不可能？我说的是真的呀！明白了，我就这一个妹妹呀！别打了！我怎么能看着她被送到麦子窑子里边？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斗不过董明，但是我们可以合作呀。我们可以帮你找着董明，帮你报仇，还可以把你妹妹救出来，对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不！行，你真行啊，董明。我本来马上就可以夺到这些黄金的，但彭队长你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会不会未免太巧了？我的计划本来可以天衣无缝的，就因为你的私心，这一切变成了泡影。看到时候你要怎么跟南京方面做交代？我告诉你，
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是不会上这趟列车的。我会一点一点的证明给你看。证明？要拿什么证明？一个莫名其妙的电报，还是一个莫须有的子弹？行，我等着。本来我还想，怎么能够抓到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可没想到，这于潇潇自动送上门来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小心让苏倩逃跑了，才落入彭大炮的圈套。不关你的事，潇潇。这个人根本就只是想要私吞黄金，然后栽赃给我们罢了。彭大炮，我干爹助你隐藏东北，待你像亲兄弟一样。今天你居然为了这些黄金陷我们于不义，干爹如果有在天之灵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还有脸说这个？真有你的！下架！你放心，我们和董明不一样，我们不仅要救出你妹妹，还要救列车上无辜的乘客，绝对不会让日本人的生化病毒残害中国人。彭大炮，你不是人，你心受不容啊！不说。董明，你这套把戏骗得了女人，你骗不了我。大炮！现在乌鸦死了，我们在你的手里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可你就凭一颗子弹，你要我吞下这个无中生有的罪，我绝对不认。我相信乌鸦在天之灵，他也不会安息的。真可笑！我告诉你，乌鸦死了吗？你怎么知道乌鸦死了？你见过他的尸体啊？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乌鸦没死。不可能！我的亲人已经亲口跟我证实了，乌鸦他已经为国捐躯了。你小子在跟我玩心理战！那好，你告诉我，你的线人是谁？不说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线人叫陈阿三。乌鸦去东来酒楼当天，就是他放风给日本特工和东北抗联特工，所以乌鸦进东来酒楼，可谓踏上了不归路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他还约上了他的好朋友，打算今天晚上离开滨城。今天下午他还到滨城银行取了一大笔的钱，而这笔钱的账户，正是滨城警察厅副厅长王冲喜的司机王二狗的。你不会告诉我陈阿？好借刀杀人。我还想，你是谋权上位呢，还是想怎样？想做东北的老大？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你是以权谋私啊！你想独吞这批黄金，对吧？
真可笑！我看根本就是你想独吞这些黄金。你们狼牙特种作战队向来不都是秘密潜伏吗？现在全副武装出现，而且不惜得罪日本关东军，难道就只是为了对付我们例行社？你们例行社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按照计划，列车应该在双安火车站就爆炸的。就算它不爆炸，也过不了石虎大桥，因为石虎大桥计划非常完美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你就杀了丁木和苏建，杀人灭口，太完美了，真是天衣无缝啊！不过你万万没有想到，此时此刻，我彭大炮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而且知道的那么多，那么详细，奇怪吗？好，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整个计划都是我和乌鸦一起制定的。你以为杀了乌鸦就可以瞒天过海吗？笑话，你也不动动脑子想想。计划还没有开始，乌鸦就被杀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队伍里有内鬼。这个内鬼就是你，董明。我开始还有点怀疑是不是你。但是当你指使于潇潇去杀丁木和苏建的时候，你就暴露了一切。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，所以我上车之前搜集了大量的证据。董明，要不要我把陈阿三和王二狗叫来，你们三个好好聊一聊？迫击炮就在前面，就那几个人守着。小乐，你走右边，我从左边过去。程大运，你和苏建在这儿等我们。
到底是谁？交出你的黄金吊坠。什么情况？这信号弹啊！有人偷袭，快返回高地！让等着就老老实实等着。谁让你站着？哎，站起来干嘛？躲好了行吗？追いかけろ。全員戻れ。じきに龍城へ出発しろ。
先抢吊坠。快点！小赖，不好了！火车马上就开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看。 我炸上了天，我很好奇呀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能让彭大炮这么不惜代价的来找你？就算我说了，你也不会相信。况且我提供的信息，对你来说是毫无价值的。我听说，你杀了他一个好朋友。 这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也不信。那么，是不是和黄金有关？既然他说报仇你都不相信了，难道你认为他会是为了钱而来的吗？董先生，真把我给搞糊涂了。 你就不怕我对你失去耐心吗？别追了，这又炸了。我们得想办法赶紧追上列车。我有车。以他的状况，要是得不到及时的医治，估计撑不了多久了。真是可惜啊！这么年轻漂亮的女人。你是医生吗？请你救她。给我个理由。我可以提供你一个信息，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。是吗？什么？你们是抗联的人？没错，滨城抗联特工队队长林子君。行，没想到今天被叛徒出卖，栽在你们手里。你们要不把我杀了吧？想让我跟你们合作，门儿都没有。你们的计划我已经知道了，先是炸车夺黄金，然后再栽赃给我们抗联。知道又怎么样呢？要杀要剐，快点动手！就算你们得逞了，现在的这个局面对抗日大计又有什么用呢？
现在日本人已经占据了东北，他们意图南下。要不是上面要求我们对日本人不予抵抗，我早就上战场杀日本人了。不予抵抗？日本人都把你们欺负成什么样了，还不予抵抗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天职？刚才你还在餐车口口声声跟你的兄弟说，这次就为了自己，抢完黄金报完仇各自回家。现在你跟我说这些，你敢偷听我讲话？我偷听你讲话？怎么了？你多大事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干什么。大家冷静一点。佟大炮，现在冷藏车厢里面的黄金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。但是我问你，日本人的那节车厢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是1936年11月13日凌晨1点25分。瞒天过海的私自转运黄金，这我不过就是奉命行事而已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一直盯着这趟列车了。这可是一个大秘密啊！北川中佐，我这一辈子呢，都在跟金钱打交道。这金钱对我来说不过就是个数目，可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但这个女人对我来说，才是真正的有意义。看得出，董先生用情至深。那我现在把所有黄金都交给你了，我可以救人了吧？可以。不过，你还得再多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想想，想好了会告诉你。生化武器？对。这帮混蛋！我只知道他们在执行任务，我要知道他们在搞这玩意儿，我就应该引爆炸弹，把他们都炸上天。你这个办法是好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列车上的乘客，他们都是无辜的。无辜？是战争就会死人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他们把生化武器研制成功的话，那死亡人数是现在的几百倍。也就你们这帮抗联的人才会如此妇人之仁。应该说，只有你们国民党才会不顾人民的死活，只顾着维系自己的权利和地位，腐败无能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因为我们当你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，一个能抵抗侵略、保护人民的军人。你们杀了我吧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，信不信？啊！佟大炮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是抗联的人，我就是滨城的一个小警察。还有他，我们俩都不算什么好人。我们在东北浑浑噩噩过了多少年，根本就没想过什么救国抗日。
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告诉我，不能让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，用病毒残害更多的中国人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还谈什么和谁合作？到时候人都死光了，要一空政府有什么用？还有他，这个人叫苏建，董明绑架了他妹妹，挟持他炸毁列车，最后他自己差点被董明杀人灭口。我知道他也不愿意跟抗联合作，他就是利用我们救出他妹妹，然后再找机会向董明报仇。你们怎么都不明白呢？到时候战争爆发，病毒蔓延，你们救得出自己想救的人吗？救亲人，报私仇，你们就这么点能耐，就这么点出息吗？已经没有大碍了，休息一段就好。等一等。我可以救他，也可以杀他。董先生是个聪明人，应该明白这一点。丁墨在哪？丁老师已经。不要乱讲话啊！怎么可能在警察厅？警察厅有我们的内应，况且，没人会想到我们把他关在那里，那里最安全。关在那里的除了苏红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谁啊？林子彤。我哥。我哥。我哥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好吗？你放心，他很安全。乌鸦抓这么多人，就是为了夺黄金。等任务完成之后，把苏红放了。 嫁祸给你们抗联，这你们都知道了。我现在只想杀董明，但是通过我对董明的了解，他一定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他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在找他，他为了留住他这条狗命，一定要依靠日本人，然后再想办法抢回黄金。如果董明真的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了，那列车现在暂时应该是安全的，他应该不会炸车。我们现在就去龙城。 我和小乐想办法上车，去完成我们的任务。你们3个去警察厅救人，然后上车和我们会合。龙城警察厅的监狱牢头叫唐大军，武艺高强。他是董明多年前安插在监狱的人，而且他只听董明一个人的命令。如果我们要救人，一定要过他这关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救不出我妹妹，别说是监狱，就是龙城警察厅，我也把它炸成废墟。到时候你和董明，我要你们的命！
醒了。只要是为了你。